我现在觉得货柜屋这个什么东西，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得罪货柜屋的厂商？我会觉得，这个再说了哦。如果你只是要放东西资材室，你就很多农用的，或是干嘛哦，或是有一些景点哦，它会放货柜屋，然后里面是做厕所哦。你人没有要在里面睡觉，没有要在里面住的话，那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人有要在里面住的话，那我真的是不觉得货柜屋有什么优势哦。任何一个东西哦，如果它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却没有被大规模的使用，都有问题哦，都有问题，都有坑。货柜屋哦，你要解水跟电的事情，那现在最简单的解法是什么？不是帮他自己请水，不是帮他自己请电，不好意思，从附近的民宅谈好之后直接拉过去，大概就是这样。你水跟电你没有帮他请，你知道，你就一个空地上面就一个货柜屋，你就是接电线的了。你没有使照啊，你要怎么请水？你要怎么请电？3D 列印如果落成哦，3D 列印房子我未看先猜也差不多，就这样。3D 列印房子半价加3周交屋水电齐全，台湾未来会出现吗？先说结论 ，3D 列印房子比较难，但我未看先猜哦，3D 列印的家具会先出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租房比买房更苦，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未来会出现 3D 列印的房子吗？这次来聊一点轻松的新闻跟房地产有关嘛，加减看一下。标题我念一下：美国建商在德州用 3D 列印了近100间的房屋，其中超过1/4已经出售。那内容是这样，就是美国现在也在做实验，在德州的 Wolf Richard 社区有将近100间房子都是用 3D 列印去印出来的。然后这些房子已经有屋主陆续入住了。来，我们看第一张图，你看它看起来就像个巨型的 3D 列印机3D 打印机，然后尺寸很大它宽就 13.7 公尺可以塞3到4间的卧室这样。然后高的话没有写，但是它至少可以印超过1层楼然后我们看第二张图，这个是印好的房子看起来蛮 OK 的然后那个屋顶的长相是不是长得有点奇怪？那个是另外制作的。现在的技术是屋顶跟地基需要人工处理，然后房子本体是用印的这样。住户的反应是说住起来没什么问题，除了 WiFi 不会通之外因为印出来的墙壁比较厚 ，WiFi 穿不过去这个就是小问题这个就产品迭代以后就解掉了，接有线嘛，然后在室内再放其他的什么放大器就好。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在推 3D 列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美国人没事干嘛在那边搞 3D 列印我做的功课是说，因为施工的时间很短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一间房子 3D 列印多久？3到4周就可以交屋了，不到1个月那如果是传统工法要多久？半年起跳，跟它耗用的人力会，美国人工就在贵了你还要工人盖房子很难那成本便宜会非常的多，那制作的成本是原来的1半这样，所以它的工期缩短，然后费用1/2，然后人力的成本可能可以降到1/5，就这样。如果我是建商，我也要去干，对不对？不是只有德州，爱尔兰也这样子做。爱尔兰的要盖比较久，3D 列印我查到说要4个月，但是你看，我觉得爱尔兰房子比较美，你不觉得吗？审美上的差异，这看起来就是很欧美的那种乡村的房子如果要选的话，不要选美国的。那你觉得 3D 列印这种技术在台湾会出现吗？我个人是觉得很难。先不要讲到房子以现在在盖房子盖大楼预铸工法已经很流行了，就是在工厂做好，然后运来这边跟拼乐高一样然后绑钢筋，然后什么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盖房的速度很快。那你说台湾3D 列印出房子能出现吗？我个人认为很难呢。如果有的话，也是零零星星几个实验而已。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2间房子都没有很高，那爱尔兰的2层楼高2层楼高怎么够我们台湾人住？6都怎么住？你有一天你能够 3D 列印出大楼再来说吧。爱尔兰跟德州可以这样做，因为地广人稀，它有土地那德州不用讲爱尔兰的土地光土地就是台湾2倍大然后人口只有台湾1/4，有这个条件那荒野漫草你要住你去住，就会变成这样。我们台湾不是根本没有土地。6都内根本没有土地，你还要浪费一块好好的建地去盖 3D 列印，只盖1-2层楼，什么东西？那个是富豪才有办法做的。最后你要知道，台湾有没有可能出现 3D 列印的家具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 3D 列印房子很难在台湾出现的话，那退而求其次，有没有可能 3D 列印其他东西？我跟你讲 ，3D 列印的家具是很有机会的家具像这张桌子
这个是 From Next 2024年展出的哦，那展出的是 3D 列印的国际展览，已经有人在展示这个东西了。技术上可行哦，你要印家具都可以，就是小茶几吧，就好看的东西，好看的咖啡桌这样，技术上可行。那觉得它还是有点丑的话，也可以印出这种等级的家具哦。你看王孔椅哦，王孔躺椅，这看起来就很猛啊。这东西如果摆在家具店卖，那不会便宜的哦，就是这样。那当然啦，现在是因为技术的问题，因为它专门大件的机器才能够去打印这种东西。但 3D 列印的技术是一直不断的在突破。例如说 3D 的列印机以前就3-5万起跳，你现在1万那个家用已经可以买到。像很早以前的那个电脑的革命有没有？最早期还要，我以前国小上电脑课还有3.5磁片，对不对？那个一张只能存几 MB 现在随身碟就橡皮擦的大小随便都1-2 TB 就是这种革新的速度，未来也有可能会发生在 3D 列印的领域里面去。这我乱想的啦那就是说我们以后做装潢有可能怎么样？不用找木作，你系统柜要多高你就印多高，然后跟人家定，就好像系统柜的厂商以后可能会开这种生产线，然后丢进去，把它卡进去天花板自己挑印的材质那这个又不是木头这个印出来就也不会有甲醛，然后又好施工又好处理，材质也可以刻定，还不错花纹也可以刻定总是比找木工师傅还便宜。而且如果 3D 列印可行的话，那系统柜的生产商它就会被解放一个东西，就是特殊规格跟尺寸。现在系统柜没有不好，已经很厉害了，那还是处理的是细细嘎嘎的空间角度比较好用。如果是一些弯弯绕绕，比方说有些房子它盖起来是墙跟墙不是垂直90度它是这种角度有点尖尖的三角形的，那你要做书桌你要怎么做？你就要自己人去裁一块3分板6分板去裁嘛，然后让它这样刚好嘟得进去。但如果 3D 列印成型了以后，你测量给它把它打印出来，这件事情就解了所以我是认为这个 3D 列印的技术在家具在室内装修领域还是有搞头的，因为它可以处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那个系统柜厂商没办法接单的地方，弯弯绕绕甚至是曲线通通都做得出来，做出来也不用包边了，所以很方便。然后封边机也不用去搞你那个东西。那未来可能就可以就直接量身定做，就要有一个人来丈量然后把它尺寸量清楚然后回去的话就生产，然后消费者挑选完材质材料以后，奇形怪状的东西它都有办法生产给你。这个你要在家里买一台然后自己去打印应该也不太可能，应该是有一间中小企业然后他就提供了这个服务。我之前不是讲一个八卦我找木作来弄柜子，结果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买 IKEA 的柜子来改这个算起来会便宜非常的多。现在都发生这个情况了那未来 3D 列印做家具做书桌比你请木工在那边木做一个自己的东西一定是还要便宜很多的至少他就不用师傅一出动一天至少要算，木工很贵师傅不会自己一个人来带，你小工也要给钱你就不用算这个人工费，就是量好然后给工厂工厂就 3D 打印出来一个给你，然后弯弯绕绕的角那你这样拼进去跟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就这样。那个木工来做都很贵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 是自住换屋那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
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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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这个3D 列印归根究底他们是怎么样？它是要低成本去打造出可以居住的房子，就这样嘛，对不对？核心的目标是这个，只是实现的手段是3D 列印。OK， 好，那我们用这个核心思考来看台湾，其实有个东西早就行之有年了，对不对？你应该也猜到了，那个东西是什么？货柜屋，对不对？货柜屋的厂商也有继续在投入研发，虽然那个也不要研发，就是拿来做看这样现在货柜屋可以叠起来。而且它不一定是上下2个这样乖乖的交叠它可以是上面是这样的你走上去还有一个小平台，还有什么蛮屌的有一些露营区啊或一些那个商用空间已经在用这个货柜屋，这个早就有货柜屋讲起来就是低成本然后去住的一个方式。讲到货柜屋你有没有经验？你应该是没有经验，我们家居然有经验。我现在觉得货柜屋是个什么东西，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得罪货柜屋的厂商？我会觉得这个再说了如果你只是要放东西自裁室，你就很多农用的，或是干嘛或是有一些景点它会放货柜屋，然后里面是做厕所你人没有要在里面睡觉，没有要在里面住的话，那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人有要在里面住的话，那我真的是不觉得货柜屋有什么优势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却没有被大规模的使用，都有问题都有坑。货柜屋你要解水跟电的事情，那现在最简单的解法是什么？不是帮他自己请水，不是帮他自己请电，不好意思，从附近的民宅谈好之后直接拉过去，大概就是这样。你水跟电你没有帮他请，你知道，你就一个空地上面就一个货柜屋，你就是接电线的了。你没有使照啊，你要怎么请水？你要怎么请电？3D 列印如果落成3D 列印房子，我未看先猜也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货柜屋优点很多缺点也很多。货柜屋在夏天的时候，室内轻松破40度 C 那个都有新闻说开2台冷气照样热到爆。很多的那个轻食店、咖啡厅啊，就会拿货柜屋来改成店面夏天员工满头汗，那个冷气非常的就要一直打，我要货柜屋嘛，然后有人去涂隔热漆，然后还是觉得没什么用。所以现在货柜屋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要加钱去做隔热层隔热层。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噪音，没有到多噪音就是说你晚上一个人睡在货柜屋我就睡过嘛，我是觉得很恐怖我说真的那可能小孩子的时候会怕还是怎么样，但是货柜屋的那个声音跟一般的家里还是差很多的。那个外面是毕竟是铁皮嘛
然后呢小石头就喷到或是怎么样，那个都很大声啊，你在里面睡睡不好了，真的是睡不好。然后你再开一些电器，开冷气，那个在那边震动，震动的话整间都在震动，你就想一个铁皮嘛，就在那边。然后商用空间就还好，还会放音乐或什么，晚上夜深人静你自己在里面睡睡看，就真的有点吵哦。然后水跟电也是问题，你还要做马桶，你怎么做？你做马桶，你旁边还要再挖一个化粪池，然后就把它塞进去，不好用。然后再来是我跟你讲法规上货柜屋现在在台湾的法律上是属于临时建筑5年一到自行拆除啊，它就不会有建号嘛，那寿命就变成说5年呢。那你都买货柜屋了，就来摆5年，就商用才有办法这样做，你知道？你要买来自己在里面住到老嘞，没法度，真的没有办法。然后你说我货柜屋我买这个货柜，然后我要装潢，我要住，我要去请银行贷款，新青安可不可以用？屁嘞！完了，最好是可以了，就这样。所以法规上在台湾也很难变成主流那金融的问题、转手的问题，还有气候的硬伤，我们就很湿热。我们台湾的湿度非常的高，台风、地震、隔热防锈、防震。防锈是这样人家卖给你货柜一定是好好的他卖给你生锈的你也不会买嘛，他卖给你一定是好好。可是我们货柜屋里头我们就要改我们可能要打洞然后装个冷气，水管要从这边跑电管要从哪，好你就钻洞，你没有去做特殊的处理的话，就会从那边开始生锈。还有一件事情，这很难得有这个以前睡过货柜屋的经验，就是蚂蚁超多。货柜屋会放在哪里？都市里还是山区？当然是山区嘛。那个家里都会有蚂蚁，我跟你讲，那个货柜屋的蚂蚁，你根本不知道它哪里来的，很恐怖啊！那个蚂蚁一来就是在野外，你知道，那小孩子给小，然后就吃的东西掉到地上，那个晚上蚂蚁很恐怖啊，一堆超多了。如果是自己家的话，蚂蚁进不来那么多，那个山上的货柜屋蚂蚁一大堆，然后还会有奇怪的壁虎、虫或什么。那个室内那壁虎在叫，南部的壁虎会叫那室内壁虎在叫，就在那边吵，然后货柜屋一叫，整个回音。我是认为货柜屋就还不适合人住在里面你要睡在里面还是有点困难的。但如果你是商用，什么露营区或是干嘛的，蒙用加减蒙用还是可以用这样。只是你看法规，你看那个冷气，你看你要接水接电要从民宅接，住起来不会舒服的。然后它生锈又算快，我觉得算快下场雨或者怎么样，经过几个寒暑在那边热胀冷缩。铁皮就是这样，你睡在里面，太阳一晒都有声音，咕咕咕咕咕咕，因为那个铁皮伸缩膨胀，住人不好住还是说你就有住过货柜屋，或现在正在住的欢迎留言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要讲优点也可以你要讲缺点也可以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因为货柜屋这种东西，如果听起来那么神，那为什么没有大行其道？它一定有它的坑，再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我是觉得这个离舒适的住宅还有很大段的距离虽然有些商业地区，它把那个货柜弄成商店，看起来是漂漂亮亮，像台东就有，对不对？还在市区，看起来是漂亮。那商用可以用那家用我就不晓得。那不如是那个吧，慈济的组合屋吧。那本来就是居住需求去开发出来，那个说不定都会比货柜屋还要好非常的多。